丰田直接炸场全网了，家人们！就在近期，官方正式官宣了一款堪称黑科技的发动机，不用汽油，不用电，加水就能跑，排放几乎接近于零，而且加水速度快到离谱，秒速就能加满，分分钟让现在马路上跑的所有电动车都显得像个多余的存在。消息一出，整个汽车圈瞬间炸锅，不管是车企同行还是汽车爱好者，全都在蹲后续扒细节，热度直接拉满。先给大家划重点，这真不是什么车库大神的小打小闹，更不是那种没人搭理，只能停留在纸面上的冷门学术脑洞哈。丰田是什么级别？那可是全球车企里妥妥的土豪加技术卷王，手里握着大把的资金和技术资源，主打一个工程硬实力拉满，就是这个狠角色。当年搞出了普锐斯，直接把家用车的省油天花板给拉到了新高度，也是他造出了轻动力 Mirassi。硬生生把燃料电池能上车，这个看似遥远的理论，狠狠锤成了老百姓能日常开的现实。熟悉丰田的都知道，他但凡往某项新技术上使劲儿，就绝对不是玩玩而已，背后带着几十年的技术沉淀，几十亿的真金白银砸钱力度，还有一套成熟到能把产品规模化干到几百万台的量产 buff。而现在全网疯传的丰田悄悄憋的大招，就是一款能实时电解水、按需造氢的发动机，氢气造出来就直接送进燃烧室，燃烧全程不浪费，排出来的副产品几乎没有一点危害，干净到离谱。最绝的是，这款发动机没有笨重的电池组，不用车主到处找充电桩排队充电，更不用靠破坏环境挖矿搞来的稀土金属。说白了就是一句话，加水等于能跑，尾气排出来的只有纯净的水蒸气，主打一个干净省事儿又环保，谁看了不心动啊？这款发动机最绝最核心的创新点，就是彻底抛弃了额外储存氢气的麻烦操作。现在市面上所有的轻动力车，包括丰田自己家的 Mirai， 都得装一个笨重又危险的高压储氢罐，这罐子得耐造到离谱，能扛住各种极端情况，还得24小时实时监控，生怕出一点意外，而且加氢还得去专门的加氢站。这种加氢站在全世界大部分地方都找不着几个，纯属稀缺货，补能特别不方便。单说加氢基础设施这个坑，就硬生生卡了氢能源几十年的脖子，任凭行业怎么努力，愣是没普及开来。而丰田这波直接开挂，完美绕开了所有麻烦。他在车里装了一个带专用电极的水箱，能实现按需电解水，只要发动机需要燃料，就立马把水拆分成氢气和氧气，氢气直接送进燃烧室烧掉，全程不存一滴纯氢气，主打一个现造现用，彻底解决了储氢的大难题。整个动力系统是全封闭设计，不用担心漏水漏气的问题。所谓的油箱其实就是一个普通的装水容器，体积小还轻便，加水更是简单到离谱，随便找家超市买一瓶普通的蒸馏水倒进去齐活，不用专门去什么特殊站点，日常补能比加油还方便。这种实时电解水的操作放在整个工程界都得直呼牛批。要知道，传统的氢燃烧技术必须依赖高压储存那套复杂又昂贵的设备，这就导致轻动力车造得贵修得烦，还得靠大规模的加氢网络撑着。而现在大部分城市连加氢站的影子都见不着，根本没法日常使用。丰田这波设计相当于直接把存氢气这个最大的难题给删掉了。它的燃烧原理和压缩天然气点火差不多，氢气进入燃烧室后能充分燃烧，烧得干干净净，驱动发动机的核心逻辑和100多年来汽车的动力原理没什么差别，但胜在完全没有污染，碳排放直接归零。咱们拿它和其他动力方式比一比就知道有多香。和化石燃料比，它没有污染环境的碳排放，对地球特别友好。和传统活塞发动机、燃料电池、电动系统比，它的结构更简单，故障率更低。和电动车电池比，它轻了不止1点半点，车身更轻便，而且加水的速度就和你给矿泉水瓶灌水差不多，几十秒就能搞定，压根不用像电动车那样充几个小时才能满血复活。谁懂啊，家人们？这才是日常通勤该有的补能速度。这项技术的环保 buff 直接拉满，关键就在于它完美解决了电动车一直没搞定的那些 bug。不可否认，电动车虽然尾气零排放，这点确实值得夸，也为环保做了贡献，但造电动车的环保成本其实早就悄悄付出了，而且很多人都没注意到这一点。现在电动车电池要用到锂、钴、镍、锰这些稀有材料，而这些材料的开采过程不仅会严重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，还会污染地下水源，甚至在电池还没装到车上，还没开始使用的时候，就已经排放了一大堆二氧化碳。而且这些材料的供应链大多绕着环保监管比较松的地区走，污染更是没人管。更头疼的是，
大规模的废旧电池怎么安全处理、回收利用，至今都是个未解之谜，藏着很大的环保隐患。反观丰田这款水动力发动机，压根儿没有这些前期的环保坑。水在地球上遍地都是，不管是江河湖海还是地下水，储量充足，而且取水的过程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实质性伤害。更重要的是，靠水电解的燃烧发动机不用一点稀土金属，而稀土挖矿带来的环境污染，正是现在大家吐槽电动车转型的隐形槽点，懂的都懂，不用多解释。单看性能表现，这款水动力发动机也狠狠打了那些怀疑者的脸。按兆焦耳来计算，氢气燃烧产生的单位能量比汽油能打多了，动力输出更强劲，而且早期演示的水制氢燃烧系统，它的水效相当于电动车的续航效率，比传统汽油发动机还能打，完全不落下风。之前伊朗有个工程师叫阿勒拉登卡西米，就做过一个小范围的实验，把一辆普通的标致405改成了水动力。1加仑水能跑30到40英里，比同款汽油车的油耗表现香太多，足以证明这项技术的可行性。要知道，丰田的工程实力可比单个实验者强到没边了，不管是技术储备还是研发团队，都是行业顶尖水平。而且看丰田过往优化量产动力系统的战绩，从来没让人失望过。所以这项技术要是真能成功上市，商业化版本的性能绝对能打，既能和传统汽油发动机掰手腕，也能和电动车的传动系统比高低，绝对不是那种凑合能用、处处妥协的过渡款。再说说大家最关心的安全问题，这也是氢动力技术一直以来被大家吐槽的重灾区。但丰田这款水动力发动机比传统氢动力车安全多了，直接把安全感拉满。氢储存的最大危险之处就在于车子里装着大量高压纯氢气，万一发生撞车事故，遇到高温暴晒，或者车辆用久了设备老化，都可能引发危险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但丰田这款水动力发动机压根儿不储存氢气，只有在需要的时候才实时制造。车里装的是普通的水，而不是高压储氢罐。水这种东西化学性质稳定，放在燃油系统里简直是安全感天花板。而且它的机械结构特别简单，容易出故障的零件比电动车少太多，维护成本直接拉低，长期使用也更靠谱。不像电动车得靠一堆复杂的电子设备和热管理系统，才能在不同天气、不同路况下安全行驶，麻烦得很，还容易出故障。当然，话说回来，这项技术要想普及，也不是没有难度，毕竟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任何黑科技都有需要攻克的难关。电解水这个过程本身就比较费电，按需制造氢气也需要稳定的电能供应，这些电能还得靠车子自己制造或者储存起来，这就对车辆的供电系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而且大规模实现实时电解水的能量平衡是个实打实的工程难题，丰田现在还没把解决方案全盘托出，估计还在悄悄憋大招，准备给大家一个惊喜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个关键问题，几十年来一提到水动力汽车，大家第一反应就觉得是智商税。毕竟之前有太多冷门的宣称和失败的演示，把大家坑怕了，导致大家对这种技术充满了怀疑。所以想让消费者真正相信这种陌生的技术，丰田就得拿出实打实的性能数据，还有真实的上路验证。说白了，就是让普通车主开着量产车跑，攒够足够的里程数，用实际体验证明技术的可靠性，才能让人真正放心。另外，现在大部分市场还没有针对水电解燃烧车的专门监管规则，毕竟这种技术太新颖了，相关的标准法规都还没完善，制定这些规则也需要一定的时间。不过这些难题对丰田这种有充足资源、有深厚技术积累的行业巨头来说，也不是跨不过去的坎，但确实真实存在。而且从官方官宣到真正能买到量产车，估计得等挺久，大家急不来，只能慢慢蹲后续。但丰田这波操作传递的信号很明确，内燃机并没有凉透，反而还在不断进化、不断突破。而整个电动车行业一直以来的增长逻辑，内燃机已经没救了，电池才是清洁交通的唯一出路。可能并不像过去10年新闻里吹的那样板上钉钉，毫无悬念，说不定未来会出现多种动力方式并存的局面。水这东西便宜又量大，安全还环保，在地球上到处都是，不用特意去开采去运输。要是丰田真能把水规模化变成实用的汽车燃料，电动车行业不会一夜之间凉透。毕竟电动车已经有了一定的市场基础，但绝对会迎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强大对手。这个对手的动力来源，早在第一辆汽车造出来之前就已经免费从天上掉下来了，懂的都懂，就是雨水成本低到离谱，竞争力直接拉满。